上一集我们把公司的大门从地端的机房成功的搬到了全球分散的云端，透过 DTNA 让每个员工进来，打造了精准隐形的 VIP 通道，这个解决了谁能进来以及谁能去哪里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同样致命的场景，当这位通过严格检查的员工转身要去访问外部的 Internet 时，谁来保护他？钓鱼邮件的连结、带有恶意程式的网站，这些威胁无孔不入。传统的解法就像派一个保镖 SWG 站在这个员工身后，帮他检查这个每个网站是否安全。如果骇客伪装的太好，保镖也有可能被骗。而 Sesi 的全新思维则是提供了一个终极方案 RBI， 直接给员工一个完全隔离的防弹玻璃屋，让他去跟网络互动，就算对方是只猛兽，也绝对伤害不到他。这一集我们将深入拆解 Sesi 的两大网页安全核心 SWG 与 RBI， 我们看看它如何从侦测威胁进化到让威胁失效。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Eric。这个节目是专注于将复杂的治安议题转化成你能立即应用的商业洞察以及实战策略。让我们开始吧。第一部分 SWG Security Web Gateway， 它就像网络世界的机场的安检站。首先，我们要先谈谈这个 SASE 框架里面最基础也最不可或缺的元件 SWG Security Web Gateway。你可以把 SWG 想象成它是一个云端级别的代理伺服器，上网的流量都先把它丢到最近的节点，统一从这里做解密以及策略判断，最后安全再把它送回给使用者。核心功能里面，其实 SWG 会做这几件事情 ：URL 的过滤，当员工想要去的网址，如果它是一个恶意网址、钓鱼网站，或者是违反公司政策的在黑名单上面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URL filter 优先把它做过滤的动作。恶意软体扫描，如果检查从网站上下载的档案以及内容是否有夹带病毒或者是勒索软件。再来是应用程式安全控管，我们可以更精细的管理员工哪一些人可以使用什么服务，例如是否允许使用 Microsoft 365，或者是禁止使用个人的 Dropbox。在 SWG 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它有 TLS、SSL 的解密与检测。好，那这里面其实会有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必须要做解密才能看到内容，如果没有做解密是看不到它的内容的，所以 SWG 往往需要配合 TLS 或者是 SSL 的解密。那此时也会遇到一个法规性的限制，例如有一些金流或者是银行，甚至是医疗，它是不允许你去做解密的，所以他们会去检查这个内容它是不是有被偷偷打开。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有一个 bypass 的白名单，以政策去做管理，好，让它被兼顾是可视性与实用性。好，再来是CASB 以及 DLP 把它纳入 SWG 的流程，把它涵盖在云端里面的资料落地风险。SWG 它还是基于一个特征码的检测的逻辑，如果它是一个零时差或者是客制化的钓鱼网站，能存在着被绕过可能的风险。所以当这个检测能力达到极限时，我们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思维，这就是 RBI 登场的时候。那 RBI 是什么呢？ RBI 的全名叫做 Remote Browser Isolation， 它的核心哲学是我不再浪费力气去辨识哪个网页是好是坏，我假设所有的网页都是有害的，并在一个使用者跟电脑完全隔离的环境去执行它。它这动作原理就像是我要观看一个野兽，然后我躲在一个防弹玻璃屋里面，当这个野兽它要去进来扑上我要咬我的时候，我有一个防弹玻璃屋可以阻隔。好，这个逻辑就像是使用者他点击的一个连接，那 SASE 的平台它会分析判断说这个风险过高，那我在云端启动一个一次性抛弃式的浏览器容器，就是我在云端上面只开一个浏览器，然后去载入这个网页。好，这个浏览器在哪里呢？它就在云上面的一个虚拟机里头。就像或者是我们可以称之它为云端的沙盒。这个情境就是我在云上面开了一个像虚拟机这样子的环境，然后里面再打开了一个浏览器，它不是一个你在你电脑本身的浏览器。好，这个逻辑就像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云端的沙盒执行，
最后平台只把这个网页产生的画面像串流影片一样及时的传到使用者本地的浏览器。技术模型的补充，我们常见的这种RBI Remote Browser Isolation， 它其实隔离渲染成影像，它有2种。第一种是像素串流。什么是像素串流？就是它每一个都是一个画面，它的安全性高，相容性佳。那另外一种是叫做动镜像，它的互动是相对来的流畅的。那多数企业它遇到这种高风险的场景的时候，它会希望我们用像素串流。那如果是一般的场景的话，我们可以用这种动镜像，或者是用 SWG 来去取得一个速度的平衡。那 RBI 它有一个革命性的优势是实质阻断了本机感染的风险，因为这个网页的程式码只在云端的抛弃式的云端容器里面去执行，使用后即销毁，它不会再落地啊。那同时它也大大降低了这种恶意脚本在我们本地端被执行的可能，同时还可以限制说，我可不可以下载档案，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复制贴上。那进一步去阻断说我们对外泄露的可能性，那也可以做到它是唯读模式，例如它只能看不能贴，不能输入档案。那如果我要档案要传输的时候，我就需要做安全的转档跟档案的检查以后，我才能再做档案的传输。此时可以把这些风险彻底收拢在我们的云端政策里面，我在上面可以完成这种急抛式的这种架构，保护企业说我遇到了一个未知的弱点时，我不会一次就跑到我的内网里面来，甚至我在上面可以再做上下的检查。那 RBI 它不是依赖特征库的，它是天生就对这种零时差的攻击有天生的优势，因为它如果中毒了或者是被入侵了，它也在云端，所以这个威胁不在乎是新是旧，而是在这个隔离环境里面去引爆。我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这种警匪片里面，比如说某个港口啊，或者是机场啊，它发生的炸弹，那这个炸弹要无法把它拆解，他们就是带一个那种防爆器，然后到现场把这个炸弹放到这个防爆环境里面，让它在这个隔离的环境里面去引爆。RBI 的情境就像刚刚那个炸弹防爆的这个逻辑，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情境是，RBI 它能不能有效的去防止呃这种账号密码外泄？它是账号密码外泄，还是需要，因为你如果在 RBI 上面去做了账号密码输入，如果他去了一个钓鱼网站，然后你就输入了账号密码，那你还是有账号密码的架构，其实你还是会有风险的。因为你必须把你的网站最好都改成这种 passkey 或者这种实体金钥 token 的形式，它才能够有效的抵御这个钓鱼网站去偷走你的账号密码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情境来讲，我们如果企业在思考这个逻辑的时候，我们先盘点高风险的族群，哪一些部门的员工常常要浏览未知的网站，例如他是采购、法务或者是高阶主管，我们可以优先考虑从这些高风险的族群，或者是他们的意识是比较弱的，那我们可以优先来导入RBI，甚至我们先可以再做这种概念型验证，评估我们现有的 Web 安全方案，我们目前的比如代理伺服器或者是防火墙是否具备了 TLS 的解密以及bypass 的弹性政策，如果没有，那等于是对我们的网络的威胁是视而不见的。我们此时就需要去建立零信任的浏览策略，去思考说 RBI 以及 Widow2 的 passkey 的建立，就像这个 YubiKey 这个 YubiKey 这个实体 YubiKey 的这个实体金钥，我们要模拟出一个情境，假使一个员工犯错，它也能够将损害降到最低的纵深防御体系。过去我们可能常用的就是这种，我一定要部署防毒软体，然后防毒软体里面去做这种防毒的手法的更新。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应该只依赖防毒软体去帮我们找到这个网站上面的恶意连接，我们应该是要用 SASE 里面的 RBI 技术，就是让这个威胁直接消失。我们直接让 SASE 去辨识，我此时有威胁的时候，我就要启动 RBI
好，在平常时间我就走 SWG 的政策，让它去侦测到说，真的有风险了，我就启动 RBI 做保护。就算员工真的点了最新的钓鱼邮件，那这个勒索软体只在云端引爆，那我们公司的电脑完全没事。这个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完全解决的方案。快速回顾一下今天 EP11的重点 ，CC 不只是透过 DTNA 来保护对内的存取，更透过 SWG 跟 RBI 这种强力保护的对外上网行为去加强保护。那 SWG 是必备的基础安全检查站，它负责拦截已知的危险，而 RBI 是革命性的隔离舱技术，让你在云端执行有危险的网页，让零时差攻击以及恶意脚本的风险从根本上消失，为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网页浏览安全。希望今天的内容让你能理解 CC 是如何保护员工的最后一里路。下一集我们将继续完整这个 CC 的完整蓝图，我们会讨论网络以及政策的两大基石，什么是 Firewall as a Service 防火墙及服务，它如何将传统的防火墙政策搬到云端，所有的流量提供一致性的保护，而 SD-WAN 又是如何扮演智慧导航的角色，在层层安全防护下，使用者依然拥有极致的连线体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请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请务必按下订阅，然后点赞、分享、留言。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听到我们，请看一下5星好评。我是 Eric，我们下周见。